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东风吹又生开机，陈都灵、蒋欣这对母女为何最有戏？东风吹又生刚官宣开机，最先让人停下来多看两眼的，其实不是 S 加，也不是腾讯视频独播，而是陈都灵和蒋欣这对母女。按常理说，一个34岁，一个41岁。放在家庭剧里演母女，观众多少会犯嘀咕。可偏偏这组搭配一出来，大家的反应不是出戏，而是觉得有点妙。那种感觉很微妙，不是年龄上的像，而是气质上的压迫感太对了。蒋欣这些年最让人信服的地方，从来不是单纯的强势，她演狠，观众能看到很背后的委屈；她演脆弱，也不会让人觉得这个角色只会哭。温文这个母亲设定，如果只是一个阻挠女儿恋爱的恶妈妈，那就太薄了。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她对孙家的恨不是凭空来的，她的控制欲也不是一句为你好就能解释清楚。一个女人把半生伤口攥在手里，攥久了，连爱女儿的方式都会变形。蒋欣适合这种角色，因为他能把一个人的刺演出来，也能让你看见刺是从哪里长出来的。陈都灵演于九旗，同样不是那种一眼就能被定义的乖乖女。她的外形确实清冷、安静，很多人容易把她归到柔弱那一类。可她真正好看的地方，恰恰是安静里带着一点不肯退让。于九旗这个人物如果处理不好，很容易变成夹在母亲和恋人之间左右摇摆的工具人。可陈都灵身上有一种慢慢往前走的倔，她不是大吵大闹的反抗，而是用很低的声音告诉你，她已经想好了。这种笃定感和蒋欣的强势碰在一起，才会有母女对峙的火花。这部剧把故事放在东北小城，也挺关键。东北不是一个随便拿来当背景的地方，它有自己的冷，自己的热闹，自己的旧账和人情。冬天一来，街道、楼房，人的表情好像都被冻住了，可屋里又总有热气，饭香和吵不完的家长里短。世仇这种东西，放在大都市的写字楼里可能会显得悬浮，放在熟人社会里反而成立。两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上一辈的怨气像雪一样一层层压下来，压到年轻人身上，就成了他们不得不背的债。所谓东北版罗密欧与朱丽叶，真正吸引人的也不是简单的虐恋。观众早就看腻了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全世界不让我们在一起。更值得拍的是，于九旗和孙熙到底有没有能力从上一代的情绪里走出来？爱情当然重要，可爱情不能只负责甜，也要负责照见一个人的软弱、逃避和选择。孙熙突然回来，打破的不是于九旗的平静生活，而是他一直假装可以维持的家庭秩序。母亲恨孙家，女儿偏偏爱上孙家的人，这种冲突最扎心的地方，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。屈楚萧演孙熙，也让这个人物多了一点不确定感。他身上有一种不太安分的劲儿，不像传统偶像剧男主那样永远体面，永远正确。孙熙如果只是深情前男友，故事就会少很多层次。观众更想看的是，他当年为什么离开？回来之后又凭什么让于九旗重新相信他？他面对温文的恨意，是愧疚、反击，还是想把旧账彻底说清楚？这些都会决定这条感情线能不能站住。阵容里还有陈明昊、吴彦姝这样的演员，说明这部剧大概率不会只盯着年轻人的恋爱拍。家庭剧最怕把父母写成障碍，把老人写成背景，把所有矛盾都推给一句上一代的恩怨。真正高级的地方，是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疼痛和局限。吴彦姝这样的演员一出现，哪怕只是坐在桌边说几句话，都可能把一个家的陈年旧事带出来。陈明昊更不用说，
他特别适合演那种表面粗粝、内里藏事的人，放在东北叙事里很有空间。东风吹又生现在还只是开机，谈爆款当然有点早，可他身上确实有几个值得期待的点，不是悬浮甜宠，不是单纯狗血，也不是把女性困在家庭矛盾里反复消耗。他真正要拍的，可能是一个人怎么从父母的爱恨里长出来，怎么承认自己受过伤，又不把伤口继续传给别人。温文放下执念，于九旗选择自己的生活，孙熙也要面对过去。这些听起来像治愈，但如果拍得够扎实，就不会是轻飘飘的圆满。最怕的当然是把和解拍得太容易。现实里很多恨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消失，很多母女之间的拉扯也不是一个拥抱就能说清。可也正因为难，才值得拍。东北的东风够冷，人物心里的结也够硬。如果这部剧能把那股冷意拍出来，再让人物一点点把自己捂热，它就不只是又一部都市情感剧。陈都灵和蒋欣这对世仇母女，真正让人期待的，不是他们会吵得多狠，而是吵到谁先在对方眼里看见自己。